然说这个赞美诗可能是去赞美上帝的，但是我当时是觉得人类才是一种特别棒的一种创造。就你印象当中教堂不是都是那种有一排一排的座位嘛？对，一排一排座位前面不是会有那种小桌板？对，然后小桌板里面其实是有放一些那种装订很好的那种书本，就叫 hymn book。 但是就这个小桌板里面的那种并不是说免费的，就是你坐进去你就可以拿走的那种。这个我也要讲到，其实就是当时让我们留学生非常怎么说很不讲理的一点，就是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规定我们要备齐的东西，就包括就是什么围巾啊、雨伞啊、校服啊，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hymn book。 而且这个 hymn book 对我们来说定价还不便宜，就是虽然它装订的非常好，然后有什么那种皮的面，然后烫金的字，但是它要卖25英镑，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值。而且就是你如果万一掉了以后，它还必须规定你说还要再买一本。我这边问个小问题吧，你来。如果说我们每一次去教堂要唱歌的话，你猜猜我们是唱哪一首歌，或者说是怎么去判断怎么唱歌？我第一反应我想到的最红的这个应该就是哈利路亚吧。就说自动的我们会唱这首歌吗？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要唱的吧。另外一个是不是难道是按天气吗？我觉得星期几的话应该不太合理，你们又不是每天都去。好像还是个蛮有意思的逻辑，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这种判断的。其实是这样，就是在那个 hymn book 里面他们会有 hymn number， 就是教堂里有一块数字板，然后呢每一次我们进去之前都会有我们的老师，但是在可能平时的教堂里面就是那种教职人员，他们会提前把这个 hymn number 给排在这个牌子上面，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进场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OK 今天的 hymn number 是什么，然后一旦我们的老师讲完话说 OK 我们大家现在开始来唱歌了，懂的人就会直接翻到今天的那个 hymn number， 然后按照那个顺序开始唱。然后呢你知道我们这些留学生一开始是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块牌子，我们就有点像那种浑水摸鱼，就想说为什么就是老师发完言以后音乐一响起来他们就知道是唱哪一首，就是他们不可能有默契的把所有赞美诗都给记下来了吧。然后我们后来才发现说好像那块牌子是有什么用处的，但是那块板子就真的是纯粹的就是一个通知板通告板，对吧？对，这个是 Endeavour 的就是摩斯探长前传的第一季的第一集里面，就是那个牧师他其实之前已经被害了，但是摩斯探长他觉得一般不会有牧师说让大家唱17、18、19就连着唱3首，所以他就突然意识到说这个可能是牧师假装是 hymn number， 但其实是在给他一个线索，一个死亡讯息，对，一个 dying message 这种。然后它其实有2块板，一块是 hymn，一块是 psalm，我特地去查了一下 psalm 和 hymn 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psalm 它严格来说是完全来自于一本叫诗篇或者叫圣咏的一个诗歌集，它其实是被包括在就是希伯来圣经或者也包括在天主教圣经当中的其中一本文献，然后它里面一共是有150篇的诗歌，然后其中的主题可以分为不同的主题，其中一种主题才是 hymn， 就是 hymn 的意思是指赞颂诗或者赞美诗，就它一般的内容就会去赞美说上帝他创造了什么东西，然后其他的主题可能还包括比如说挽歌，然后还有什么感恩诗啊什么什么的。但是 hymn 它不仅仅在这个 psalm 里面是一种分类，它同时因为它是赞美诗，所以可能后期也会有怎么说所谓的我们这些凡人吧，就是通俗来说可能 psalm 要比这个 hymn 要再限量一点，对限量一点，对。而且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psalm 就这150篇诗歌里面有73篇是那个以色列的大卫王，但是后来就是反正现代的学者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有一点太不科学了。其实我又想起来我前2天看了一个短的纪录片，它讲的就是大概是15还是16世纪有一个作家叫 Allegory，然后他写了
一个作品叫求主怜悯，然后呢这篇合唱作品就在那个梵蒂冈表演了嘛，教皇实在是太喜欢这个作品了，他就宣布说这首歌就不允许在梵蒂冈以外的地方，只能在西斯廷教堂里面唱。所以当时的贵族他们如果说去意大利去梵蒂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那种圣地巡礼啊什么的，能去西斯廷教堂听这首歌，对所有的欧洲贵族来说是一件就是我的高傲已经尽数体现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一个14岁的少年，他跟着他的父亲去听了这首歌以后，他就叛逆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首歌给听写下来，然后就把这首歌又流传出去了。这个少年就是莫扎特。其实就我们当时有1-2次的那种活动，就是到我们郡上教堂参与一起唱歌，完全无伴奏的，就连那个管风琴也没有嘛，就完全是人声的那种演唱。我当时就觉得哇，我觉得人的声音如果说到一定的共鸣点的时候是真的很好听的。虽然说这个赞美诗可能是去赞美上帝的，但是我当时是觉得人类才是一种特别棒的一种创造，就是我们人类才是特别值得赞美的一个东西。然后我高中不是很被动的去参加了这个合唱团，然后上瘾了，结果就是我进了大学以后就有一点怎么说闲着没事干，就是我就找我们学校有没有合唱团，结果就发现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合唱团，我就主动去报名参加了那个 audition。很羞耻的是，你猜我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哪年？你先告诉我。其实跟年代没有太大的，不是什么那种流行歌曲，所以你不用知道是哪一年。哪方面的吧？你给点提示嘛。可能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唱给外国人听的歌，就是茉莉花吗？你怎么知道？好佩服你。我觉得茉莉花真的，因为图兰朵里也有啊，而且茉莉花的旋律在我心里面真的很上乘的旋律了。但当时我并没有想说什么要把我们国粹介绍给别人，我只是当时完全想不起来。你是哼唱的还是真的唱了词？我真的唱了，因为我参加了这个 Women's Chorus 才会有讲这一次经历的契机，就是我在这个合唱团里面我们录的那张 CD。是你们录的歌哦。对，我们可能每一个学年初老师会安排，可能我们今年会排练这么几首歌，包括有拉丁文也好，英语也好，就是你如果听我们那个 CD 里面就还有希伯来语啊，然后有什么西班牙语啊，然后我们每一年会有一个 chorus trip，就我们所有成员坐着大巴，然后到可能偏南方的一些给他们做表演，而且是要过夜的。我们过夜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些居民他们自发的每家每户接受大概4到5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就住在那边。就是我是后来才知道我们每一年会有这个活动，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参加这个合唱团。你又是半推半就。我当时是鼓足勇气，我想说既然参加了那就参加吧。其实过程还是蛮开心的，我们还在大巴上面就像春游一样看电影啊，大家玩游戏啊什么的。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到达我们可能是第2天早上要表演的那个教区，然后就有一对老夫妇就把我们大概4、5个女孩子，我们没有见过面，素未平生的就把我们带到家里面，外面就是黑灯瞎火，然后他们家里面就特别温馨的那种，然后他们还给我们准备了点吃的，然后再让我们在客厅就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啊什么的。再到演出的时候，就等于他们教堂的人主动帮我们提供一些点心啊、喝的吃的这种，然后就我们帮他们唱歌作为交换，唱完以后我们就再到下一站，然后再进行同样的，然后可能2、3天以后我们就回去了。你们这个是义演呢？哎，你这个词算吧，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做作，但合唱团的这一段经历是给我带来很多很纯粹的一些乐趣啊，没有任何的那种利益上的交换，我也不是为了学分去参加的，所以可能只有在没有任何怎么说社会角色的时候才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当时的我，就是半推半就的去参加了这个合唱团，就是毫无功利心的去给别人带去欢乐这件事情听上去非常不真实，但是可能真正当你把快乐带给别人的那一瞬间，这种温暖也会反哺给自己的。表演完以后，其实我们也有一种谢谢你们听我们唱歌的那种感觉。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同学肯定比我们当时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趁年轻真的要去多做一些这种
怎么说半推半就的事情，或者说趁着还有力气还有精力要去做一些不计回报的善事。对，趁着自己还没有社畜的压力的时候，可能到时候当你变成社畜，有一天你突然会想起那件事情，你还觉得自己是个人而不是工具人。哦，你说的太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靠着这些美好的回忆在怎么说维持我的人性。